嗨，你好，我是蕊希，花蕊的蕊，希望的希。今天你还好吗？无论你在哪儿，无论今天你经历了什么，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。听完今天的故事，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一开始灿烂绽放的玫瑰，过了花期会迅速凋零，然后枯萎。一段双向奔赴的恋情，掺杂了无数的小插曲之后，会落寞收场。每经历一次无疾而终的感情，我们都会对永远这个词多一分怀疑。分手之后的那段时间，我时常处于宕机的状态，过往的记忆就像默片电影一样在我脑海中回放着。告白的那天，他手捧玫瑰花出现在我面前，问我愿不愿意做他女朋友。后来相处的时刻，我也确实感受到了他的爱意。在一起的第3个月，我说我想吃家乡菜，他说会着手学习几道名菜。本以为他只是顺口答应，几天之后他真的有在认真尝试做海蛎煎。在一起的第6个月，他开始频繁加班，本来以为一起去海边的旅行计划要搁浅，直到小长假来临，我才知道他早都安排好一切。他承诺的很多事情都完美的落实，于是我理所应当地认为那句永远在一起的诺言也会成真。我们开始异地恋，生活交集变少，见面次数降低，聊天频率下降，彼此都对这段感情产生了迷茫、疲惫。即使对彼此许下了永远在一起的承诺，我们仍然没有办法成为一生的恋人。从此，我变得很难相信永远、一辈子。前段时间我回了一趟老家，妈妈给我做了水煮鱼。那天她特意早起去菜市场买的活鱼。我望着那道菜，想起了大学时期我总念叨着说我想吃妈妈做的水煮鱼，于是每次回家，餐桌上都有这道菜。后来我吃饭的口味逐渐发生了变化，比起水煮鱼，我更喜欢吃清蒸鱼。吃饭的时候，妈妈跟我讲起邻居叔叔的女儿结婚了。我小时候常去邻居家找姐姐玩，很多小心思我都会跟姐姐说。后来我们之间的关系变淡，甚至连她结婚的消息都不会跟我分享。我细细回想，大学时期的我真的觉得自己永远也吃不腻水煮鱼。小时候的我也真的觉得我会跟他成为一辈子的朋友。原来，无论是走散的朋友，还是分手的前任，都曾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人。虽然我跟很多人兜兜转转还是走散了，但其中的某些人陪伴我走过了20岁到25岁，另外的某些陪伴我走过了25岁到28岁。在我们彼此在乎的时刻里，这已经足够浪漫了。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故事，说从前有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下山去化缘。回到山脚下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小和尚看着前方，担心地问老和尚：师父，天这么黑，路这么远，山上还有悬崖峭壁，各种怪兽，我们只有这一盏小小的灯笼，怎么才能回到家？老和尚看看他，平静地只说了3个字：看脚下。当我们看不清远方的时候，就看脚下，一步一步的累积，你会抵达远方。